经我鉴定，赝品。赵云41代子孙带青钢剑鉴宝，现场开价5个亿，不料专家看后却一口咬定这是赝品，还让大爷赶紧上交节目组。大爷听后顿时冷笑一声，当场自曝身份。专家顿时尴尬不已，直呼刚才看走了眼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既然是赝品，专家为何让上交呢？在某档鉴宝节目当中，一位大爷手托着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走上了鉴宝舞台。当众人看清是什么东西以后，一个个震惊不已，竟然是一把宝剑。通过大爷的自我介绍，可以了解到这把宝剑还挺有来头，甚至还是一位名人使用过的。不过为了考验一下专家的眼力，大爷决定在鉴定之后才揭晓。不得不说，大爷是会搞节目效果的。台下观众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，主持人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这把宝剑。紧接着就听见大爷说：“别看这把宝剑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依然寒光闪闪，削铁如泥啊！”主持人立马就想到了越王勾践剑。要知道，越王勾践剑一经出土，顿时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和文物界。几十张纸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割破了，后来更是国宝中的国宝，根本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那大爷带来的这把宝剑又值多少钱呢？台上的专家早就坐不住了，想着赶紧大饱眼福。不过在鉴定之前，主持人首先让大爷估了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，5个亿。现场顿时蛙声一片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，大爷双手托着，将宝剑交到了专家的手里。当专家看到宝剑的第一眼，眼睛都直了。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么精美的宝剑，而且从这把剑的造型以及年代来看，它的主人应该是三国时期的一名大将。大爷一听连连点头，表示您说的没错，这把剑就是三国名将赵云的佩剑青钢剑。在场的人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要知道赵云的武器不是龙胆亮银枪吗？什么时候成青钢剑了？大爷丝毫不慌，随即表示，一开始青钢剑的确不是赵云的佩剑，而是曹操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有讲，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，一枪将一名将领给刺倒，顺手将他的宝剑给拿走了。当时拿走的就是青钢剑。不仅仅是观众，就连专家也大吃一惊，难不成这是看到真品了吗？抱着这把宝剑就仔细研究了起来，渐渐的从最初的震惊到疑惑，再到了然于心。大爷那是自信满满，没想到却听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。赵云41代子孙带着青钢剑鉴宝，现场开价5个亿，不料专家看后却一口咬定这是赝品，还让大爷赶紧上交节目组。大爷一听顿时冷笑一声，当场自曝身份。在场的专家顿时尴尬不已，直呼刚才看走了眼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既然是赝品，专家为何让上交呢？眼前这把宝剑不仅剑身保存得非常完好，就连剑鞘也十分完整。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当中，像这样的兵器出土的数量非常少，而且一般来说等级都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底部这种镂空的造型，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工匠才能造得出来。此时大家所有人都觉得这肯定是赵云的宝剑没错，谁知专家却称这是个假的不能再假的物件。经我鉴定，赝品。无论是看这把剑的剑身还是剑鞘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将这两者放在一起，那破绽就十分明显了。宝剑的确是三国时期的，但是这剑鞘使用的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，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还没等大爷反驳，专家就表示必须将这把宝剑上交给节目组。大爷顿时就不乐意了，既然是假的，你们也没有资格拿我的东西啊，难不成是想要私吞？专家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
称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古玩市场的秩序。像仿的这么真的物件，要是放到古玩圈，肯定免不了有人上当。然而大爷的火气并没有降下来，他表示这把宝剑根本就不可能是假的，因为他就是赵云第41代子孙。这物件如果真是家传的话，那是假的可能性就非常小。紧接着大爷的一番话更是让专家吓得不轻，原来大爷来节目之前就已经到专业的鉴定机构鉴定过，确定是真品，而且能值5个亿。专家此时心里也不禁打起了嘀咕，难不成真是自己看错了不成？于是赶忙请求大爷想要再次近距离观摩一下这把剑。显然这次专家看得十分仔细，这把宝剑采用的是三国时期独特的铸造工艺，一般都是将剑身、剑格、剑柄分开铸造的，然后再将它们铸接到一起，甚至就在宝剑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文字。虽然经历过长时间岁月的洗礼，已经分辨不出这些文字写的究竟是什么，但是根据一些特点还是判断得出来，这就是三国时期的宝剑，而且一般的士兵根本就无法拥有。至于说剑鞘，专家表示有点先入为主了，仔细观察还是和春秋时期的不太一样，应该也是三国时期的。这次鉴定之后，专家连忙改口称这的确是一件真品，因为太过珍贵，他也不好估价。不过至于是不是赵云的佩剑，专家表示并不能确定，由于青铜容易生锈，还需定期进行保养。专家还是建议大爷最好是上交给专业的人员保护，但是一切还是尊重大爷的意见。您觉得这把宝剑是赵云的吗？